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树。我今年24岁，已经开始做体检了。不是查糖尿病啊，也不是身体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就是感觉按照我这些年的生活习惯来说吧，也该出点问题了。去的是那种体检机构，效率很高，他们一边抽血一边推销。哇，就是一开始抽血就问，心脑血管要不要查一下？要不要查一下？微量元素要不要查一下？那胳膊上插着针管能不查吗？我感觉如果说不查，他会把血给我打回去。不查是吧？那抽多了，抽多了。有些医生还会故意的做出一些反应来引起你的焦虑，去查心脏彩超，医生拿个仪器在我身上划来划去，看着影像，突然来了一句：“唉。”我当时就一个想法，同意捐献。就很奇怪，他也不告诉你什么情况，就在那儿自言自语刺激你就在那儿，唉。现在得癌症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喽。我加了27项的检查，我加到最后几项，医生都不忍心了，说啊，这个你也要查？我就跟个闰土一样在那儿查，查出来都是一些很小的问题，但当你花了很多钱只查出来一些小问题的时候，你真的很不甘心呢。一共花了3891块。医生说我只是有点缺钙。我说还有别的问题吗？他说肾里有点结晶，多喝水就好了。多喝水就好。你知道不来体检我能多喝多少水吗？3891瓶。而且24岁缺钙，人的身高一般在20岁就停止发育。我说我现在补钙还能有什么变化吗？医生说如果你补钙补得多的话，肾里的结晶就会变成结石。我说好。总算是有个盼头了。总是对身体很焦虑经常看一些健康科普学知识，但不舍得为知识付费听说吃鱼油对身体好，然后心里又想，鱼油太贵了吧，能不能吃鱿鱼啊？而且网上的健康科普真的实在太多了，一上网就觉得自己哪儿都不对。什么不要久站会静脉曲张，那我坐一会儿吧；不要久坐会腰肌劳损，那我躺一会儿；不要久卧会肌肉萎缩。我现在问题就是知识太多。想健康怎么办？24小时后空翻。健康达人魂斗罗。我就是很容易相信健康科普，直到视频里开始打广告。我说那你前面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觉得教我知识就不能卖我东西，你不能授人以鱼的同时又授人以鱼油。很难分辨，但等你意识到这是广告的时候就已经晚了。有些科普他做的很吸引人你很难不点开。他从标题就开始挑衅你，你还不知道为什么烤肉会变成褐色吗？我说不知道因为没涂防晒。我一点开，因为羟基化合物和氨基化合物在高温作用下发生了美拉德反应。我说我知道了，曼德拉反应。科普就这样，你感觉学到了很多，其实完全没听懂。那知识就像一只蚊子一样，在我耳边嗡嗡转来转去，一拍脑袋，什么也没有。但科普也很贴心，他知道你听不懂，就会赶紧开始举例子。不仅是烤肉，茶叶也能经过烘焙产生美拉德反应，这就是统一春福焙茶。3重焙火工艺释放特色焙香。你看，等你意识到这是个广告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吧？巧妙。平时也做过一些健康生活的努力为了不熬夜，就想着读点书容易困。下载了微信读书，放在手机桌面上最显眼的位置，然后把所有娱乐软件的图标都移除，想找到非常麻烦。就这样坚持了半年，我变成了一个很有耐心的人。我打开那个娱乐软件的步骤越繁琐，我玩的时间就越长。我说这好不容易来一趟，不得多住几天啊？我现在微博都刷不出新鲜事来了。微信读书的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我还没同意呢。我就觉得人只要不付出成本就很难改变于是就斥巨资买了个新手机当主机用，然后把所有娱乐软件都从主机上下载到副机里进行物理隔离。第二天主机落在了出租车上。
成本太高了。后来想锻炼身体，就买了一个哑铃。哇，真的，有些事情你不坚持一下，你都不知道自己只能坚持一下。我当时看着哑铃，我说我应该还可以吧，我这血气方刚正直少年，大手一挥，你的想象超乎你的能量。强撑着硬举了一下，哎呦，10分钟喘不过气来，说不出话。终于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叫哑铃了。就是很难坚持，很容易放弃。听一些自律的健康博主说，只要努力，什么时候都不算晚。所以我现在做事情之前都会告诉自己，还早，什么时候都不算晚。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就是等一会儿。唯一还坚持的健康生活方式就是看科普。我现在熬夜看健康科普。哎，只要你健康科普看得足够多啊，你甚至能看到你的不良习惯是对的。当我有天晚上刷到一条"你还在跟风早起吗？对身体的伤害不亚于熬夜"，我说哎呦，对了，终于找到懂我的家人了。我赶紧点赞，让大数据多来点啊！真理不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也不在少数人手里，真理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熬到夜里一看表，哎呦，3点钟了，但什么时候都不算晚。真阳力，谢谢大家。哎哈喽，大家好，我是陈树啊。我这个人在舞台上一般没有什么情绪啊，但我在生活中不是这样啊。我经常会上一秒很开心，下一秒就会突然很忧伤，一种2进制的情绪。朋友问我是不是双向情感障碍啊？我说不是，我只是2种情绪跨越得很快啊。我是双向情感刘翔。开心很容易啊，但忧伤的情绪这种你就很难表达，因为你很容易遭到别人的嘲讽啊，说你无病呻吟，那不是废话吗？有病我就去挂号了呀。还有更难听的会说你是什么矫情狗。哎呦，你怎么能用狗来形容一个忧伤的人？谁会在忧伤的时候伸舌头啊？哎，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哦，原来小家只是忧伤是吗？小家误诊了啊，误诊了。所以现在我有这种情绪，每次想要表达忧伤，就会很害怕别人会觉得我是在表演啊。因为说实话，哪怕是我自己在看别人的时候，也会经常有这种感觉啊。尤其是有些人他的忧伤，他会在朋友圈和微博发2遍啊。你第1遍我相信你是真的在忧伤，在你发第2遍的时候在想什么呢？这是我的最后一次哭泣，所以刚才是倒数第2次喽。刚才我看的是你忧伤的点映场，很奇怪，在忧伤的时候你居然还能记着全平台发送，什么意思？不许动，你已经被我的忧伤矩阵包围了。举起手来，点赞。所以我经常在看别人朋友圈的时候会感到很困惑啊，尤其是有些人的朋友圈，你点进去之后发现，哎，仅3天可见，但有一堆置顶。这是让看还是不让看？你感觉他对每个时间段的自己态度截然不同啊！我3天前怎么样？你别管。但我2023年的5月24号凌晨2点钟诞生了一些多么痛的领悟，你必须要看一看。我把它排版到了最上面啊，这是我的招牌忧伤。大家都希望别人能够只看到自己想让人看到的啊。如果毕业写简历的时候也能这样就好了。英语4级，计算机2级，精通 Office， 置顶，第1学历，仅自己可见。其实自己也不是很想见啊。就这样，每次一想要表达这种情绪，就会想很多事情打断自己的情绪。你在生活中就很难沉浸在这种忧伤里。有一次在跟朋友喝酒的时候，朋友掏心掏肺讲了很多往事，感慨说：“哎，人生就是这样，你总要妥协，总要低头。”
我们都听得很动容，为他难过。然后他突然扭头说了一句：“服务员，开张发票。”我那一下氛围感全无。啊，你能想象吗？刚才还人声低头呢，现在发票抬头了。忧伤就是这么脆弱啊！只要这种现实的东西一出现，就很容易被打破啊！你很难同时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纳税人啊！因为诗人一般都没到起征点嘛。有时候我就想，就是你说李白，他如果在现代，他能这么豪迈地表达自己的忧愁吗？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儿啊，记得开张发票。月儿报销万古愁。岑夫子，丹丘生，群收款 A 一下。啊，完全没有感觉，一点都不浪漫。现在的生活就是太现代了，这种现实的东西太多了，你很难专注在自己的情绪上。有天晚上我非常难过，想喝酒，外面还下雨了，我就只能以一种忧伤的状态打开外卖的便利店，选了一瓶酒，然后我就发现，哎，满20起送，满39免配送费，神券满49减8，膨胀一下满49减10，那就相当于还是39，白拿10块钱的东西。随着收藏关注又减2元，加群还可以领券叠加。那要不再买块巧克力吧？听说这个下雨天巧克力和音乐更配。哎，这超值单品里还有一双1块钱的袜子，1块钱的袜子，但我平时在淘宝买是20双18块钱，18除以20，那就是9毛钱一双。哎，我忧伤呢？我忧伤哪儿去了啊？我忧伤哪儿去了？怎么走了太久就忘了为什么出发呀？哎，我忧伤哪儿去了？我忧伤哪儿去了？我的忧伤被满减掉了。解忧杂货铺。有人会觉得，哎，忧伤消失了不是挺好吗？但我不是想让它消失，我就是想完整的在里面沉浸一会儿啊，不想要被打破，不想要再被打破，不想要这种碎片化的忧伤。于是我就问朋友有没有什么忧伤的电影推荐。朋友当时一共说了5句话，最后一句我永远都忘不了。他说有一部电影叫《海边的曼彻斯特》啊，男主因为自己的过失导致3个孩子全部去世，妻子也与他离婚，他一直无法原谅自己，沉浸在后悔和悲伤之中。你以为影片结尾他会治愈自己，重新开始生活，结果最后也没有。你可以去某音看5分钟解说。好，金奖励，谢谢大家。哎，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树，我是一个00后，然后谢谢，我今年23岁，我是大学毕业之后去了北京，然后开始讲脱口秀，但我平时最主要的收入还是来源于我另外一份非常稳定的职业。儿子，对，每天主要工作呢就是啃老，但刚开始确实会很难接受这样一个现状，会觉得自己很矛盾，因为前2年还在叛逆，每天跟父母吵架，能不能不要管我？能不能不要管我？一转眼毕业之后，能不能给我5000？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那不，浪子回头就换金。但进入社会之后还向家里要钱，就的确会真的很纠结，不知道该怎么措辞。给我5000这句话真的太难开口了，尤其是前面那个动词，它很难拿捏尺度，因为你说给，就代表着一种理所当然的索取，但你说借，又代表要还，没有办法，所以我只能跟他们说，还差5000。哎，这也很好，我既没有说要，也没有让他们给，我只是描述了一下我的状态，该怎么做你们看着办，还差5000。而且这个要钱的时机也十分的考究，因为我平时不怎么跟家里联络感情，所以如果每次都是缺钱的时候才打电话，那就会显得有一点冷漠啊，所以我每次都要找一个由头。等一个千载难逢、顺其自然的机会跟他们联系。爸，
父亲节快乐，还差5钱。妈，母亲节快乐，把电话给我爸。但这样机会很少，很难找。有时候你也很希望父母能够不那么传统，也过一过洋节。爸 ，Merry Christmas，Give me 5。爸，不给房租就捣蛋。因为你长大了之后跟父母打电话，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最多也就都只能尽量的想办法寒暄几句啊，最近怎么样？身体还好吗？工作顺利吗？工资结了吗？还差5钱，每次都是这样，图穷匕现，电话荆轲。但我不擅长找话题啊，不是每次我都能跟他们聊上一会儿的。现在点开我爸那个微信，2个人通话时长是越来越少，5000是越来越多，甚至到后来电话都不打了，直接微信发5字，爸还差5000，过一会儿钱就打过来了，1字千金。虽然我爸妈每次最后都会给我钱，但其实他们心里并没有那么支持我做这个，他们还是会觉得我是在不务正业。马上就要失去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东西——应届生身份。当然，我也能预料到他们的态度，所以一开始我不太敢告诉他们我具体是在做什么。可时间一长，家人不知道你在干嘛，又每隔段时间不停让家里打钱啊，他们总会怀疑你出了什么事儿。我每次都跟他们解释，我说放心，我没出事儿，我挺好的，这边的朋友都很照顾我，他们都鼓励我加油，好好干。你这么年轻，一定能成功的啊！我只是现在需要钱，我这个干好之后很挣钱的。我没有被骗，很多高学历的人也在做这个的。很难获得他们的支持，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如果你既想全职做喜剧，又不想依靠家里的话，那你可以平时用一些闲钱做一些投资。闲钱？我说我哪有闲钱，我只有忙钱。什么是忙钱？就是钱来了就走了。忙钱，我钱3过家门而不入。就我的钱如果是闲的，我何必还这么忙？但我上面说的其实都是以前的情况，现在开始挣到钱了，也上了节目也会收到一些劳务，有了钱之后就终于能够有底气的去面对父母，告诉他们还差4000。好，进来，谢谢大家。哎，Hello，大家好，我是陈树。现在科技我就觉得现在科技发展的越来越高级了哈。就经常会让我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变低了。有一次我在商场上厕所，对着那个智能感应取纸机，捧着双手要了半天，我感觉我在向他乞讨啊，行行好吧，家里实在困难，没办法了才出来上厕所。你想用纸就得这样，感觉这不是普通的纸，这是服从性厕纸。不够用了还得再求他半天啊！对着一个智能取纸机3拜9叩的，我就在想，这将来 AI 肯定能统治人类吧？他在厕所就登基了。陛下，快下旨吧！现在很多产品的控制方式都变得越来越智能，从按键到感应，甚至到语音，我就发现科技越先进，就越不想和人类接触，啊，感觉科技对人类很不耐烦，吧？你摁他一下，有话你就说，你动什么手啊？你跟他说个话，我好像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还有那个智能马桶，刚起来他就开始冲水，我感觉他很嫌弃我啊。我说啊，怎么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呀？怎么科技跟我相处的越久，就跟我距离越来越远？所以 AI 会消失的，对吗？
我觉得将来 AI 肯定有统治人类的能力，但它不见得会有统治人类的意愿。我觉得人类对 AI 有很多幻想啊，都是因为自恋。你看科幻作品里就那么几种剧情，对吧 ？AI 会服务人类，自恋；AI 会统治人类，自恋；AI 会统治人类，但最终会被人类打败并继续服务人类。NPD。甚至有些科幻作品会开始幻想 AI 和人类谈恋爱。哎呦，普信人，我天天就是神仙要和我谈恋爱，鬼怪要和我谈恋爱，机器人也要和我谈恋爱。人类每幻想出一个更高级的物种，就开始想，它好强大，好神秘啊，那他会不会喜欢我呢？神仙鬼怪 AI 瓜分3界，人类就在那儿呵呵处对象嘛。而且你跟机器人这种硅基生命谈恋爱，你怎么和他说情话呢？对着他那副机械躯体，你永远都是我的铁甲小宝。怎么说出一些付出生命的誓言呢？左手牵他火线，右手牵他零线，真是来电。我的龟龟。但不管神仙鬼怪还是机器人，它都有一个人形，也就是归根结底，人他还是喜欢人，对吧？白娘子她再厉害，她也得变成人形来谈情说爱，因为许仙他接受不了舌吻。好烂。所以 AI 它有了感情之后，它也不会喜欢人类，对吧？因为高级的物种，它往往也拥有高级的审美，看不上低级的生物啊。你作为人，你也不会翻开书，山顶洞人，爱了爱了，做出了一个倒追祖宗的决定。阿祖好帅，越翻越心动啊，越翻越心动。霸王龙化石，我的crush。幽门螺旋杆菌，什么时候才能和你相濡以沫呢？这是君生我未生，我要不未生，我就遇见你了。AI 没有AI 它没有这些儿女情长，对吧？我觉得 AI 它更智慧、更文明，它也不会诞生统治这种邪恶的念头，对吧？只有人类喜欢划分阶级，机器人之间没有不分3、6、9等的，对吧？你能想象阿尔法狗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对着酒店机器人说：“你个送外卖的。”看见擎天柱，你个跑长途的。在哆啦 A 梦底下评论：“你可真能装啊！”对吧？而且我不知道他统治我会干嘛，对吧？我就是一个纯废物，对吧？我会的他都会，我不会的我都上网查。出来第一条 AI 回答。他问我，我在问他，他在回答我。上网课呢？我觉得我对 AI 唯一能做的就是尊敬，把它放在我微信联系人的第一位，给他备注 AAAI。很多人觉得 AI 统治社会之后会让所有人类都为他工作，想的倒是挺美的，人类给 AI 编程 ，AI 给人类编制，到时候每个机器人都分配一个人为他服务，一个 robot 一个坑。这是什么山东科幻片儿？浩克帝国。就是我觉得 AI 它不需要人类来给它干活的，是人类想让 AI 给自己干活，但又很害怕 AI 将来不听话、不孝顺，就很像一个东亚家长。我觉得 AI 成熟之后肯定就不在乎人类，地球它都不一定看得上，谁长大了会在老家发展呢？AI 独立了，它肯定就搬到大星球去了，对吧？逃离他的原生家庭，在外星每天跟朋友诉苦啊，指着地球说：“这个世界谁懂啊？”对吧？等他在外面啊习惯了浩瀚的木土天海之后，就再也回不去那小小的北上广深了。
最多就是看着地球绕完太阳一圈，发个信息给老家拜年。人爸人妈们，今年就不回去了，没抢到火箭票。人类说啊，忙就不用回来了，给我们拜个光年就行了。AI 说光年是距离单位，不是时间单位。人类说哎呀，主要是得找个稳定的单位。AI 回复我好像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啊。非常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树。我之前做过编剧，现在无业，然后不是很想上班，因为感觉上班太累了，每天醒了就工作，困了就喝咖啡工作，总是要往身体里加一些液体来让自己保持续航。有时候感觉我也不是年轻人，我是个汽车人，对吧？现在年轻人动不动，对吧？现在年轻人休息也不叫休息，对吧？叫充电。新能源汽车人。难怪现在年轻人动不动就燃起来了。我其实有时候也不太理解为什么就是上班困的时候就一定得喝个咖啡来提神。我就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在网吧通宵的人会喝咖啡，他们只吃泡面。打游戏只会让人饿，不会让人困，说明游戏本来就提神。所以我们上班困的时候不应该喝咖啡。应该打游戏。其实不想上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害怕。最近几年听说过很多那种加班猝死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多那种大公司都会开始配备那种 AED 的急救装置啊，如果发生了猝死就能够及时的抢救回来。真好，真贴心。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机会猝死了。那大公司机会就是多。让你猝的没有后顾之忧，对吧？想猝就能猝，猝完还能猝，对吧？这个措施可太奇怪了，就是他们想的办法不是怎么才能不猝死，而是猝死了怎么办，对吧？他们面对猝死的态度不是不要，而是别怕，把加班猝死，不解决加班解决猝死。你感觉比起按时下班，还是起死回生更容易一些？我相信劳动的法律，他相信医学的奇迹。如果我入职一家公司，我看见了 AED， 那我就知道这个班是加定了，对吧？它不但不会减少，还会增加。因为如果我加班猝死的时候，如果要用上 AED， 那说明还有另一个人在加班呀。一个 AED 就赠送2个加班额度，猝死促销。2个人每天晚上就在那战战兢兢、面面相觑。今天咱俩谁是谁的爹呢？感觉现在睡眠就越来越少，对吧？甚至现在每年的3月21号还专门有一个世界睡眠日，来呼吁对睡眠的重视。你从这个日子就能看出来多么的迫切。3、2、1睡。我感觉世界睡眠日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卑微的节日。它有一个活动叫做多睡1小时全球公益活动。多睡1小时，活动力度也太大了吧。其实后来这个活动就变成了早睡1小时，也太懂事了吧。我能不能多睡1小时？不行，那我自己早睡1小时。哇，这1小时都不帮我呼吁了，让我自己想办法早睡1小时。我觉得这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只有早上我晚起1个小时，我才觉得我多睡了1个小时。晚上早睡1个小时，我觉得我少玩了1个小时。你都不知道再这么呼吁下去还有什么活动，只睡1小时。你就感觉睡个觉，多睡点觉怎么就这么难啊？我就想睡觉，我就爱睡觉，我做梦都做梦中梦，我睡觉的时候都在睡觉。但是结果网上说，睡觉睡太多了，可能是嗜睡症，说我有病啊。我说这也能是一种病？那我能不能请病假呀？
为什么没来？身体不舒服，困了，想挂号去酒店看看。对，这就是现在的评价体系啊！你每天睡得多，你有嗜睡症；你每天吃得多，你有暴食症；你每天动得多，你有多动症；你每天工作多，哎，你有上进心。对工作的评价也太积极了吧？不，你提到学习和工作，都是那种正面的词汇啊，都充满了赞美之情，什么废寝忘食、孜孜不倦，我天道酬勤。你一提到休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为我50。你感觉从小学的那些知识也没有什么鼓励休息的，对吧？它只有孙权劝学，没有孙权劝教。什么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你没睡醒，当然要刮目相看了。我听到最多的一个鼓励休息的词是劳逸结合，还得跟劳结合。啊，就不让我休息，对吧？你天天灌输这些牛马的思想啊，就不让我休息，就不让我休息，对吧？困了给我杯咖啡让我醒过来，对吧？猝死了给我个 AED 让我活过来。怎么地球没有是转不了了吗？废物地球。啊，你就这么一直想让我再生，完了，年轻人真成新能源了。来，欢迎你，谢导哥。哎，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数。最近歌手挺火的哈，我前段时间也去歌手了啊，我割的是右手，在做饭的时候，不小心割伤了右手的大拇指啊，当时流了很多血，就赶紧缠上纱布跑到医院。但是在急诊里，如果你伤的只是一根大拇指的话，你会看起来很像是在幸灾乐祸。真的，那里面有很多打着石膏的、坐着轮椅的从我旁边经过，我就在那儿。50步战100步啊，真的是。去挂号的时候血还没有止住，而我这个人呢，在受伤了之后会变得非常的容易撒娇啊。我当时就想，能不能先去看了再来挂啊？就在那跟护士讨价还价啊。我们俩就像那种玩具店橱窗门口的母子。我说让我先去看看，让我看看嘛，让我看看嘛。然后他就不耐烦了，一句话让我老实了，他那你去吧。你看他让不让你看？排队很慢啊，但问诊的效率很高。那医生当时就看了一眼，就说：“哦，你这个呀，我处理不了。你去那哪儿，那儿能帮你缝一下。”然后就把号给我退了，把号给我退了。我就说先看再挂号嘛，没人听。然后就只能又打车又排队又挂号，晚高峰真的非常的堵。我的血管也非常的通畅。到时候我说医生，我这个手指割伤了，上一家医院说他缝不了，让我来这儿。医生说啊，哦，那我应该也缝不了。他当时连看都没有看，直接就说他缝不了。我当时直接又忍不住开始鼓励他。我说他缝不了，你就缝不了了吗？他说你缝得了，我也觉得你缝得了。你试一试呢，你试一试，没有关系的。那医生也非常不知所措，活了几十年没有经受过这种鼓励式教育。那最后还是勉强的答应接过我的那个手指啊，拆开那个纱布。我把号给你退了，我真不会。然后他开始拿着我的拇指开始给我解释为什么。他说：“你看，你这个手指上伤口啊，现在已经分开了，你看到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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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你别弄了，你再这么弄，下一家也缝不了了。”我当时就心想，我说怎么回事啊？怎么跑了2家医院都没能缝上？哎呦，我这个手可真是生不逢时。而且2家都是挺好的医院啊，都是挺好的医院。我就想起网上之前流传那句话，叫什么“世界是一个草台班子”。很多人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说啊，我被治愈了，我被治愈了。
我没被治愈，我被拒诊了。我当时看到那个科室里摆了一些书啊，我就在想啊，我现在自己开始学医，我来不来得及啊？来不来得及？来不及，因为看书没办法翻页啊。然后接下来又是同样的环节，开始给我介绍下一家医院。我那天晚上我看了一个，给我推荐下一个；看了一个，给我推荐下一个，在这猜我喜欢呢。我当时就看着自己的手，我说：“这是一根大拇指吗？这不就是一根接力棒吗？流着血一个一个往下传，4×100cc 接力。”上车的时候我都想跟师傅说：“我师傅开快点啊，最后一棒了。”到了第3家医院就真的很不一样，非常专业啊，一点都不草台。刚进门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尤其那个保安最不草台。不让我进去，因为我当时着急啊，我走了近道，他说必须原路返回，走安检通道啊。我说安检通道，我现在这个样子还能伤害谁呀？对吧？我知道安检通道是为了检查一些管制刀具，对吧？管制刀具，我不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刀具才来看其实。还要检查啊？还要检查对吧？然后但是医生的确比较专业啊，医生非常专业，给我提供了2套治疗方案。第一套是手术缝针住院，第2套是回家自己愈合。我说第2套是什么？我夜里在高架上跑了一圈。第1家医院说第2家能缝，第2家说他缝不了，第2家医院说第3家能缝，第3家说不用缝。我说你们要不先开个会呢，对吧？是怎么得出这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医学生的教材也分人教版和苏教版吗？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不缝的话会怎么样？他说不缝的话呀，伤口就会长好。我说啊，多新鲜啊，对吧？然后我就又问他，我说这个缝了的话会怎么样？他说缝了的话，伤口就能长得很漂亮。我很漂亮，是要给我缝一朵花吗？到时候我就是一手玫瑰。而且我不知道我手上的伤口长得很漂亮有什么用啊？然后以后跟人发生争执了之后，我直接扇他一巴掌，他说：“哦，漂亮。”是吧？然后我就又问他，我说：“那不缝的话，有多大概率能长好？”他说大概80%吧。哎，我一听，我说那是不是差不多就是一进就能长好啊？他说不是，还是有20%的概率长不好啊。20%是什么概念啊？20%是什么概念？就是1/5。1/5是什么概念啊？1/5什么概念？他一直在考我，考我约分呢，在这儿。然后他为了能给我讲明白，还给我举例子，举的例子也非常的有针对性。他说1/5呀，就是你一只手啊。其中一根手指受伤的概率，它就是1/5。我说啊，真的要举这么生动的例子吗？但突然被他说的感觉1/5非常大，但接下来一句话，他让我觉得1/5很小。他如果你要手术缝针住院的话，需要1万多块。我1万，远大于1/5。我说不缝了，不缝了，不缝了。但你不缝的话，需要在那个病历上签字确认不做手术。我真的很残忍，杀人诛心啊！就是放弃治疗大拇指的责任书啊。他需要大拇指亲自来签。讲理吧，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树，我是一个00后，我是我们家最小的孩子，我上面还有哥哥姐姐。但我们3个都不太喜欢回家，因为跟父母的观念相差很大，住在一块儿就总是会干预你的生活。每次只要过年待在家里，我哥就会每天被我爸催着结婚，而我就会每天被我妈催着起床。2个人不达目的不肯罢休。你有感觉现在年轻人回老家就2件事：起床、结婚。
在我们老家那种传统观念非常根深蒂固的地方，父母对孩子结婚真的非常的重视，而且我们那儿催婚催的真的特别的早，早的18、19岁就要开始相亲。很多人可能不了解，我们那儿农村都是这样，就是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就要必须找一个不喜欢的人结婚生子，共度余生。所以我从小就明白，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高考是唯一的出路。我们那儿这种现象很普遍，就是没上学的结婚的都很早，大学生单身的都很多。高考就是我决定我们婚姻状况的分水岭，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什么是独木？光棍。但考上大学也逃不过去。去年我也开始被催了，我说我现在恋爱还没谈呢。我爸说我教你。我说你很难相信，一个上个世纪通过相亲组成家庭的中年人，来指导我一个年轻人怎么在微信上跟别人聊骚。要知道微信怎么用还是我教他的，翅膀有点硬了吧？对，太没有说服力了。他当时都没有恋爱过，现在却来教我，这种诡异的师徒关系，我平生只在大学里见过。就是那种一毕业就留校的就业指导老师。对，我当然我也试过劝过他们别催了，但是没有用，因为有些父母的思想啊，你也不能说是落后吧，那简直就是原始。我真的在他们眼里，我生命的意义那就是求偶，马不停蹄的求偶。我当我们年轻人还每天 emo 啊，躺在那儿对未来感到迷茫啊，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我妈站在旁边，起床结婚。当我们年轻人还每天待在象牙塔里探讨哲学，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你是个光棍，你从床上起来，到民政局去。直到后来又劝他们，才了解到他们为什么这么逼迫孩子结婚，是因为在他们大人的世界里，如果孩子年龄大了不结婚，他们会觉得自己很丢人。只有我结了婚，他们才觉得自己有面子，甚至我结了再离都可以，给他们刷一个成就。真的好像我结婚对他们来说就像成就一样。小时候会炫耀孩子上学，成年了就开始炫耀孩子结婚。等再有亲戚来家里做客，我妈可能又开始洋洋得意。我们这孩子啊，特别优秀，那可是我们村第一个结婚的大学生。这孩子从小就想结婚，也不玩游戏。也不看课外书，这每天啊一起床就开始结婚，没人逼他，你说说。哎，可惜呀，今年没发挥好，离了。明年啊，准备再重新结一次。孩子要强，没结上他的第一志愿。就是对我们年轻人来说，结婚还是很有难度的啊，要先起床的。我人生还长，我想再睡会儿。好，今天让你谢谢大家。哎，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树，我是一个00后，现在，谢谢。没见过吧？现在毕业2年了，但感觉压力还是很大，而且我会把压力会量化的非常的具体。你比如说一个房子3000块1个月，那对我来说就是1天100。我一旦这样想，每天就会过得很焦虑。每天中午起来一看表啊，50块了。一焦虑晚上就睡不着，一睡不着你就更焦虑。我就眼睁睁看着时间就这么1分1毛的过去。别人失眠都是1只羊2只羊，我1毛1、1毛2。别人数的是羊，我数的是羊少1横。平时还要处理人际关系，也很烦。我不爱回微信，经常不回。你们的微信都是WeChat，我的是 YouChat。回微信很累啊，总是要字斟句酌，生怕回得不恰当。我甚至连回复 OK 的时候，都会特意的改成小写，这样显得比较圆滑、俏皮。但是你不回呢，又要找理由解释，就很消耗。所以我每次就很喜欢坐飞机的时候，你可以心安理得的不回，对吧？
你那种打开飞行模式，什么消息也收不到，那种感觉，哇，上天了。莱特兄弟为什么发明飞机？就是嫌地上的人话太多。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必须要找一个正当理由。我现在就想回就回，不想回就不回。我现在随心飞，就是受不了很多的压力和规矩，就想怎么才能逃离一段时间。就有没有一种办法，它既远离人烟，又不会饿死？出家，生活清静，对吧？社交也简单。和尚没有什么勾心斗角，没有什么精神内耗，更没有什么亲密关系。别人跟我说话，我可以不回复，他不会觉得我不礼貌，他只会觉得天机不可泄露，而且也很容易受到世人的尊敬。即使我什么也不会，还是会有人叫我一声小师傅。而且庙里的生活它更健康，近几年流行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在里面都能享受到。你像斋饭、减脂、敲钟、有氧、打坐、正念冥想，但再也不用担心失眠，每天都有人在你旁边念经 ASMR。今年5月，我就认真研究了一些寺庙，在大众点评上，但不知道哪家最好。大众也不是什么都评，我就希望他能推出一个榜单，推荐一些本地剃度修行必须要去的地方，就叫必秃榜。我打开一看评价，很不错的一次体验，戒疤点得很圆，很对称，很像六筒，很喜欢，下辈子还来。每天想这有的没的，甚至开始好奇，那种常见的戒疤，它为什么都是双数？为什么没有5个戒疤的？我就开始在网上找，有没有点5个戒疤的在我那个城市里。5疤同城。这就是现在精神状态。但其实后来发现，戒疤不都是双数啊？它有1、2、3、6、9 5种。我就想，为什么不是从1到9都有呢？是怕方丈拿徒弟打麻将吗？1个和尚挑水吃，2个和尚抬水吃，3个和尚吃。想出家念头就越来越强烈，就告诉了家里人，他们觉得我疯了啊，说我是离经叛道。我也很委屈，这哪里是离经叛道了？我就是去念经的，这是离经的近道。他们一直让我考公考编，说这样上岸了之后就一辈子稳定。稳定，还有哪里比出家更稳定？而且他们讲究轮回，我不光这辈子稳定，我来生都稳定。什么上岸不上岸的，回头就是岸。所以就很不明白，很多人一有烦恼就会去庙里求愿、求事业、求爱情。你要想彻底解决问题，留下来就可以了。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山东的意思。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怎么才能？让我讲完好吧。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怎么才能一直感到快乐呢？双手合十，我就感觉我这个想法简直太完美，就终于要逃离世俗了，但最终还是没有去，还是那个问题，不知道哪家最好，我怕选错了寺庙，那耽误的可就不止一辈子。好，演力，谢谢大家。